大家好，本期视讯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99.55， 收盘价是 197.88，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03.20， 最低价是在 195.2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9543.81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31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这个强度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是在盘中呢是突破了200关口，那最后是在203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31 倍，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在上涨的行进中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这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那这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将会出现回档，因为出现这样的 K 线说明上方是有卖压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股价在接近200关口，甚至刚刚突破200关口的时候呢，股价就被压回。那说明在这个地方不但有卖压，还有空头力量的进入。那就是说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那日后股价通常是要出现回档的走势的。那么回档的目标呢，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7月1日盘中将会在前低附近，也就是在195附近这个位置，这是股价回档的目标。那么股价有没有继续上涨的可能呢？那股价继续上涨的条件就是要继续有新高的出现。当然，如果出现新高，并且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回档的信号 K 线的最高，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也就是继续上涨的条件就是出现新高，或者是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那收盘价会在20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9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实际在6月28日收盘价是在197.88，那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很小幅的上涨，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叫横盘向上。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那走势也略有不同。
那走势呢，相同点我们会看到都是在最低都是在195附近哈，遇到支撑，对，但是呢，或者说是相同点还有一个就是都突破了200关口，但是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突破它之后，在203没有继续向上，那当然最后也没有收盘在这个位置，而是股价是被压回到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那对，这是我们预测的结果和实际结果的一个差别。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这是一根回档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接下来先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下方的177这个位置，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各条均线值都是强支撑，有几个支撑位呢，我们来依次描述一下。这根预示着回档的信号 K 线，它的最低195是一个重要标志。日后的 K 线如果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但是这个位置又和5日均线值重合，那么如果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说股价至少会出现横盘，甚至是继续上行。对，好，那195是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呢，这根6月26日这根绿 K 的最低在186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标志。还有就是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7月1日盘中是在183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183、186和195这三个重要的位置是重要的标志，也是强支撑。那么我们说股价在跌破177之前，这三个位置将是特别关键的位置。当然还有6月20这根 K 线的最低在180附近我们给出4个位置。好，那这是股价在到达177之前4个特别重要的标志位。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68，那一旦168被跌破呢，那我们说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或者这个底和这个底的高。那其实现在出现新高这个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其实已经是被确认的当然最稳固的一个结果就是目前只是有头高，但是呢收盘价还没有站上4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 198.87， 对，所以现在还欠缺一个指标。对，当然从图形来看，现在已经是这个多头趋势被确认。对，那我们说股价要跌破168，就是要瓦解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这个位置再被跌破呢，接下来当然就是139这个位置。139被跌破是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我们会看到这一波反弹，然后多头趋势呢几乎是被确认。我们看看在这个位置股价是不是能够继续去测试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这个上方的这个趋势线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我们看上行的目标我们现在需要调整一下。虽然这第一个目标199没有被站上，
但是呢，这个位置已经被突破，并且呢，突破这高点与206相接近，所以呢，我们先把199这个目标去除。然后股价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被当然在6月26日已经就被确认了，现在是继续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定义为206。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么我们会看到206呢，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压力位。那突破这个位置呢，是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65。对，265是这一波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对，因为265这个位置被站上才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对的。好，那么第一个目标206，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65。当然，我们给出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说299，实际上是300关口。我们先把这个三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先给出来，虽然距离还很远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目前股价上行要想突破第一个目标206这个位置，那不用问，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的最高203将是一个强压力，也是重要的标志。然后如果206被突破，在到达265之前，这条下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K 线的交点将是强压力我们多次说过，之前有数次碰到这条下行趋势线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到了7月1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还是在220附近，对，也就是上行203和220将是重要的标志。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7月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我们要给出是198就是这根小红 K 线实体的下沿，也就实际上就是前一日的收盘价，我们调整到这个位置。好，我们关注它的位置，就是想说，如果股价在7月1日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继续出现新高，甚至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来瓦解这样一个卖压。对，但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说这个那这两个交易日的这个量呢将会我们说叫换手成功对，好，那一定会有在这个地方新进场的仓位，那么我们说股价一定会推动股价会继续上行的。对，所以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98，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测试5日均线值在195附近而出现回档，甚至是深度回档。所以7月1日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走势，我们不排除在7月1日会出现一个平盘。对，好，那预测的信息呢，我们再稍后来去说明。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那由于6月28日既是当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6月份最后一周的交易周完成，所以我们依次再来看看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好，我们先来看月 K 线图。月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月 K 线图在之前一次我们对6月份的月 K 线图的
说明当中啊，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6月份当月生成的这根 K 线呢，是叫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我们会看到下影线是略长的。那么这根 K 线呢，它的收盘价不仅站上了5日均线值，也站上了前高。但是唯一我们会看到遗憾的是没有站上这根蜻蜓线带量的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 198.87， 在它的下方一点点。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啊，实际上是在20均值遇到了压力，下方是在前面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是遇到的支撑168，最后是收在了高位。不足之处啊，就是当月的成交量是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 KD 值的这个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上，并且 MACD 呢也是下行的空头的趋势在继续减弱，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呢，我们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走势。通常出现价涨量缩啊，这是要回档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买盘不足。对，所以呢，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均值，那么我们认为会出现上涨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如果股价低开低走，在月中是在5均值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红 K。对，好，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来说。好，那刚刚我们是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之前对月 K 线6月份的月K 线走势的预测的时候说，如果收高会收在195附近，然后呢，如果收低呢，会收在155附近。在当月的月中，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小红 K 线的最低是在168附近，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实际我们也会看到，在6月份当月盘中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而推动了股价的上行。好，那么我们说当月的收盘价和我们预测的195呢也是非常接近的。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信息的回顾。我们说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涨量缩，很有可能会回档。那如果是回档呢，我们再给出在7月份，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我们认为会收在170附近。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70，对，实际上是我们先把这条观察线移开哈，在170，也就是前低的上方一点。对，好，我们也可以定义为前低。如果股价出现下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这个位置；如果股价出现上行，那么我们认为会收盘在220附近。220啊，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对于当月来说是在这个下行趋势线下方的一点。当然，我们是用月 K 线图来标注的这条下行趋势线哈，它和日 K 线图的斜率有一些误差。那我们认为在7月份当月呢，股价会测试这根趋势线，如果出现上行，然后收盘价呢还收在这条趋势线的下方，所以我们取220这个位置，下方是170。好，那么我们调的精准一点，170，对，很好，对。然后呢，在月中我们要给的位置是前一个月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下1/3处，在185附近，我们来调整它。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放在这个位置。通常啊，我们说对于这个出现中红 K 线或者中绿 K 线，
它的50%实体部分的50%这个地方是一个标志，那么上下的1/3处也是重要标志。所以如果在7月份当月股价如果出现回档，不跌破这个下1/3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但是如果在7月份当月股价是在185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收低到170这个位置的。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月 K 线图的一个解读。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我们也是去除辅助线，先来看 K 线信息。那在6月24日当周，对，6月24日当周收盘价就是收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我们可以说叫实体长绿 K 线啊。那么上影线略长，成交量增，那我们说上方一定是有卖压，但是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之前 K 线的最高，但是没有能够站上4月29日当周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在198.87这个位置啊。那出现这样的收盘，我们说继续留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收盘价站上前面 K 线的最高，然后成交量增。虽然留有长长的上影线，但是这也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要出现新高，对。好，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来看。那我们还是来回顾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在6月24日当周，我们之前预测收高会在195这个位置，如果收低会在160。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77，是前一周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在当周呢，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是在5均值遇到的支撑，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所以它是收高的。那当周的收盘价和我们预测的195呢也是相接近的。好，那到了7月1日当周，也就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208附近，我们调整它到208。我们指的是收盘价，我们不排除会有更高的高点出现。对，好，那如果股价是收低呢，我们认为会收在185附近，也就是如果出现回档的话，会收在185。我们之所以定在185呢，是因为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182这个位置。当然5均值这都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强支撑。对，好，那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这根长绿 K 实体长绿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在191，我们把它放在191这个位置。好。那关注191的目的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不跌破这根实体的中线，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而收高在208附近。但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在周中会一直在191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极有可能会回踩5均值而去收在185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解读。好，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这3根绿 K 进场和加仓，最后一次是在6月26日收盘价196附近加仓。然后这2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89附近，在这个位置。对，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首止损的位置是
守180和182，182是是我们说的这个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然后180呢指的是6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一直守它。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呢，依然是在一个上涨的行进中，所以这个仓位到了6月28日会继续持有。当然在盘中或者现在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我们只给出止损位，不会给出获利的位置。那么这个仓位是目前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假如我们不想获利出场，等待继续加仓做多，那么到了6月28日收盘价 197.88 这个位置，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出现增量的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这是要预示着回档，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在技术上。好，那这个仓位到了7月1日，我们继续给出的止损位是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是在183附近，然后我们还给出这个180可以守100，也可以守180，守这两个位置。当然我们现在是这个仓位是在获利的位置，那我们现在要给出一个停利的位置。什么叫停利的位置呢？就是说如果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对，那停利的位置呢，我们守5日均线值在7月1日5日均线值是在190是在194到196之间，所以一旦在7月1日股价跌破了194，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好，当然如果不想停利，继续等待股价回档想要做多呢我们就守止损，我们刚刚已经给出了。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其实从200关口一直到上方的206，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尤其是200关口。那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我们刚刚给的止损位，一个是跌破20日均线值是183，这是他们的目标还有就是180，这是它的空头的2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03，第二个压力位是206，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20。那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194到196，它包括前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90附近。第三个支撑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186。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83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7月1日我们给出这两个股价的预测呢，它们是并列的，取决于开盘的走势和它们的最高和最低。好，我们先来说上行，对，上行，我们如果是上行，我们认为股价会高开盘，然后最低会回踩到198。最高上方会到达203，收盘会收在199附近。对，好，那么如果同样的走势，股价如果最高能够到达206，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05附近。那么他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
上涨。也就是出现这样的上涨呢，我们说叫换手成功，就是说站上前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收在199这个位置啊，就是如果高点不能突破前高的话呢，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上的走势。所以上行走势我们给出2个收盘价，再重复说一下，是在199和205这2个位置。好，那另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9，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92，然后收盘会收在194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